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ic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在现在的公司呢，工作已经满5个年头啦。从一开始的 New Grad、Junior Engineer 到现在已经是 Senior Engineer， 职场老鸟，是不是感觉有种听起来很老的感觉？但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呢，换工作其实是一件非常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以大家熟知的 FAANG 这几家大公司来看呢， Google 平均工程师跳槽的年限呢是 1.1 年， Amazon 呢是 1.8 年， Apple 是 1.9 年， Netflix 是3年，那 Meta 呢则是 1.8 年到2年，所以其实2到4年间跳槽算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。那常见的跳槽原因呢，不外乎就是各大科技公司的大部分的股票发放呢都是以4年为一个年限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会以4年领完股票，我就可以准备开始跳槽。但是呢，也随着股票发放制度呢，我觉得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改变。比如说，有些公司开始会发放以3年做一个 vesting schedule 的股票，或者是他们会采用 front loading， 就是呢1、2、3、4年呢，可能第1年给比较多，然后到第4年就慢慢变少，这种方式来计算。那当然还有近几年矽谷科技公司的裁员也是从来没有间断过，所以呢，其实找工作我发现已经变成是每一个在矽谷工作人的一个常态。那我自己住在矽谷，而且生活在这里呢，其实对于整个科技业的变化算是非常有感觉的，特别是我有体验到疫情前、疫情中、疫情后，到现在就是问我疫情，我会觉得感觉好像是很久以前事情的感觉。大家应该也知道，就是 AI 呢，在2022年的时候呢开始大爆发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工程师的找工作生态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。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也能够深深的体会到，如果只是单纯的投履历找 referral 呢，其实已经不够当做一个好的敲门砖，你需要的是一个更强大的武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Hostinger。Hostinger 呢，不仅能够快速的让你建立个人的品牌，展示你的技能与成就。对我来说呢，其实不只是个人专案展示，更是我在找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秘密武器。好，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，究竟要来如何使用 Hostinger 呢？我自己尝试过很多不同做网站的工具，我觉得 Hostinger 呢是能够最快速，而且算是即使你一行程式码都不会写，也能够非常快速上手的工具。那开始使用 Hostinger 非常简单，你现在呢就只要点选资讯栏的连结呢，它就会帮你带到 Hostinger 的主页。那主页呢，它就有很多不同的价格的套餐可以让你选择。现在是有分成 Premium、Business 还有Cloud Startup 3种不同的方案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。那我觉得一般人呢，如果你只是想要建立一个 personal website 呢，其实用 Premium 就非常足够了，因为 Premium 呢，它就有包含了你可以创建达到25个以上不同的 website， 然后呢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。那如果你是比较专业的话呢，或是你有更多 performance 的需求的话，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方案。如果你选择48个月的方案的话呢，它还另外送你2个月，而且呢，这个方案呢1个月只要2.99美金，就是低于1碗牛肉面的价格呢，你就可以让你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去选择这个2.99美金的方案，然后记得呢，在这边呢输入我的折扣码，就可以获得额外的9折优惠。然后呢，你就进入 Continue 的阶段呢，它就会告诉你现在的所有的方案啊，还有所有的费用呢，都是非常的一目了然。那你就只要完成这个付款呢，就可以开始使用 Hostinger 啦。完成了所有的付款步骤呢，你就会到 Hostinger 的 homepage。那这个 homepage 呢，就会让你去开始非常快速的建立你的网站。这样我可以选择我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呢，或是从我旧有的，比如说 WordPress 啊，或者其他的网站 migrate 过来。那我现在呢是想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网站，所以我就可以选择create a new website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你可以选择，你要是使用 WordPress 呢，或是你要使用 Hostinger 的 Website Builder。那 Website Builder 呢，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新手的，而且呢，还有独家的 AI 功能可以让你去使用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选择这个 Hosting Builder。然后呢，这个方案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优惠呢，就是2.99美金呢，它也有送你一个 free domain。
那 free domain 呢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这个 domain name 呢是非常的贵的，就大概1年可能都要10几20美金不等。那这个方案呢是有包含一个免费的 domain， 所以我现在就要来去 claim 我的 domain， 那我就用我的 YouTube 的名称来做这个 domain 吧，所以是 Alice in Silicon Wonderland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 domain 呢是没有人在用的。对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选择这个.com 的 domain 呢，你就可以去获得这个免费的 domain。然后呢，它的速度也非常的简单，你就是只要选择你的需求，输入你的个人的讯息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一般人在制作网站的是不是会一看到就会想说，这个网站我究竟要怎么样来开始制作呢？其实现在有的 AI 呢，能够让你做网站呢变得更加的简单，就真的是只要打几句，它就可以帮你去做出你想要的样子。那它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让它用这个 AI 的 Website Builder 来制作一个网站。那现在呢也非常的简单，我就只要在这边输入我的个人网站想要的名字，所以就是我的 personal website。然后呢，这个 description 呢，我觉得就是你要做好的 prompt 非常重要。那它这边目前有一个限制是呢700个字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已经有让 AI 呢去根据我的履历呢，就 summarize 我之前的丰功伟业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把这个 prompt 呢贴上去。好，就是我的 description。然后呢，只要把这个 prompt 贴上去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帮你开始去制作一个网站。当然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然后呢，你就只要稍等个几秒钟吧，它就可以帮你去根据你生成的 prompt 呢，帮你制作一个网站的雏形。那我们就来拭目以待。哦 ，interesting。它这个就做出了一个就有多个不同页面的网站。OK， 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再加一个好一点的 prompt。好，我就把我要的讯息呢加上去了。那我再让它看看，它会不会帮我 update 这个网站？所以其实也非常方便。如果你觉得，它刚开始做的没有这么好，也不用太慌张，你就稍微修改一下你的 prompt 呢，看它会做出什么样相对应的，就是改变。好，对啊，因为我刚刚觉得它的那个 title 很奇怪。所以我现在就跟他说，我想要做一个关于我自己的 personal website， 所以呢，我就叫他用我的名字还有我的 title 去做。那他现在呢，你就可以看出来，它就是算是一个很快速就可以开始上手用的网站雏形。它这边呢就有 homepage 啊，还有我的portfolio 啊，然后就是有我之前做过的比较大的项目，然后它都有不同的图，那这些都是customizable 的，然后还有关于我的经历 ，OK， 这就有些东西还是需要稍微改一下，就包括你的个人经历啊，还有一些你自己的专长等等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也很好用，就是他做了一个 contact me 的，就是 form。那这边就是比如说有人有 recruiter 啊，或是你是个人从业者，他看到这个地方呢，就能很快的跟你沟通。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说呢，这个 website builder 呢，它还可以做出什么样子不同的功能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可以去continue 就是 editing。那 continue editing 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有非常多不同的功能，所以它的这个页面呢，其实是每个东西都是你可以改动的。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把这个图呢跟我现在不太搭嘛，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上传一个我自己的照片，所以我就可以上传我自己的照片到这边，让大家知道说，这是我本人的个人网站哦。所以我就可以去选择这个图，然后它就可以去调整它的 size 啊等等的，比如说我现在想要长得像这样之类的。所以呢，它这一切呢都是可以去做非常快速的改动。然后呢，它这边也有很多，比如说我现在你想要加任何东西都是可以，比如说我想要加一些，比如说我有 YouTube 影片啊，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专案啊，我也可以放在上面。然后呢，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就是轻松的 link 的。然后或者是它这边也有很多功能，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 AI， 就如果你在某个小的部分想要加 AI 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在这里加一个说，我现在想要写一个 blog，
那就可以就是写，比如说来 technical blog，这样之类的，随便就是这个 prompt 可能要写得好一点，然后呢，它就可以用 AI 呢很轻松的帮你去 generate 一个 blog， 然后呢是在你的网站里面的。对，所以他就很快速的写了一个真的还蛮多的，他就写了一个 blog 在这边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你这边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去随时检查，比如说我就可以 preview， 那 preview 呢，它就可以看出来说，这个网站如果是一般人访问的时候呢，会看到会长成什么样子。那我觉得它这边header 啊 footer 啊，然后很多 tab 都做得非常的清楚。然后有很多我自己的 information 啊，但这边记得都是可以 customizable， 你可以去放你自己的最 proud of 的 work 啊，或是你的一些，比如说学校啊、公司啊、参展啊，或什么样的照片啊，都可以放在里面。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呢，就是 Hostinger 它是 mobile native， 所以呢，它在制作网站的时候都已经帮你考虑好，就是网站在手机上呈现会长什么样子。所以呢，你只要点这个手机的 icon，你就可以去看，这个网站呢，它在手机上会是展现什么样子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毕竟现在人很多时候都是用手机嘛，所以它就会，这个图这就没有弄好，所以这可能就要稍微去改正一下。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子很快速的呢，去检查这个 editor。然后呢，它这边也会告诉你说，想要建立好一个好网站，你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你可以再加一些 update social media icon 啊之类的东西。那如果当你都全部做完了之后呢，就非常简单，因为我刚刚已经选择好我的 domain 了嘛，所以我现在就选择 Go Live。然后呢，它的 Go Live 呢，这个就是我网站呢会呈现给世人的样子。那我这边可能要再稍微改一下一些东西。不过呢，这个大家就可以发现说，其实制作一个网站呢越来越简单。那当然就是里面的内容呢，其实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但除了刚刚介绍的 AI 功能之外，如果你不想要使用 AI 的话呢，其实 Hostinger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模板可以让你选择。所以呢，只要在这边呢去点选，就是 using pre-made template 的话呢，它就有很多不同的模板。所以比如说我想要制作个人的 portfolio 或是resume 的话，我刚刚想做的是 resume， 那我可能就可以选择一个我想要的resume 的 template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很 tech 有什么 ChatGPT 啊，有的没的，那我就可以选择这个template 去制作。那一样呢，它也是非常的快速就可以上手。所以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去知道说，它这边有什么样子的，就算是它的模板，那你也可以呢非常轻松的去改动它，瞬间就可以变成一个你自己的 personal website。OK， 或者是这个 portfolio 呢，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快速就能让所有的 engineer 都来使用，因为它就是非常的 tech。然后呢，这边就讲了很多 template 所需要的东西，然后都还有各种不同的程式语言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template 呢就是非常的方便吗？然后它这边呢都有很多它这边已经有的图案呢，都可以让你自己的很快速的去使用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不管你是想要制作个人网站啊，或者是其实 Hostinger 它有很多商店相关的功能，比如说你可以去制作一个 online store， 你可以设定 discount， 你可以去 book appointment， 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在 Hostinger 的平台上呢非常轻松的去实现的。说了这么多呢，你是不是也非常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使用 Hostinger 的功能呢？那就只要 follow 我刚刚的步骤呢，点选资讯栏的连结呢，并且输入我的折扣码 Alice， 就可以在现有的 Hostinger 巨大的优惠之下享有额外的9折优惠哦。希望呢大家都能就是轻松的使用 AI， 然后呢让 AI 帮你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喜欢的话也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留言，也可以分享你自己制作的 Hostinger 网站呢，在底下呢让大家来观赏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